美国是这个世界上航空兵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因此美国空军的装备体系的走向对其他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解放军会在空中遇到什么样的美国飞机，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克敌制胜，战胜对手，美国空军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定要高度关注。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军方打算砍掉3种战机，只留4种对付中国。不能把武器装备体系搞得太复杂，这是世界各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也是一个共性的做法。特别是同一个类型的武器装备不能有太多的型号，否则就会给后勤保障、装备保障带来巨大的麻烦。话虽如此但是很多时候无论是装备采购部门还是装备使用部门都没有办法完全避免武器装备种类多的情况，陆军、海军、空军都是如此。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当今的技术发展太快，日新月异一型装备投入使用后不久就会发现它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而且有新技术可以使用，可以改进。改进的批次多了，就不可避免的造成型号的数量多。另外不同任务需求也造成了型号复杂。有些任务需要高端的型号去完成，比如说歼20和 F-22， 但有一些强度不是那么大的任务，用技术水平相对低一些的型号就可以做到，那样的话任务成本会低很多。而且有些任务用相对落后一点的机型来执行的话，可能效果还更好。在种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之下，多数国家的空军装备都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而且越是强国空军，型号多的问题就越是突出。美国空军装备型号复杂的问题是由来已久，但是为什么会在2021年的今天美国空军对这种情况忍无可忍的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航空兵装备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如果仅仅是考虑战斗机的话，今天的美国空军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唯一想得出来的办法就是下大力气研制第5代、第6代战斗机。研制新飞机就要花钱，因为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再想从国会那里获得几乎无限制的经费，那已经是不可能了。放眼全世界，搞钱的办法无非是开源和节流2种办法。对美军来说，开源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那么就只剩下节流了。把现有的开支项目砍掉一些，把省下来的钱拿来搞新装备。所以美国空军把刀口对准自己的战斗机体系，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客观的讲也是唯一正确的思路。按照美国空军的想法，比较老款的 F-15C 型和 D 型2种战斗机肯定是要被砍掉了。他们的技术水平停留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虽然经过了一些改进，但是成效相当有限。F-15E 的情况比较好，大致处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水平，采用了相当多的数字化的信息化的技术，还有保留的价值。F-15EX 就是一种比较新的型号了，它换用了和4代机水平相当的雷达电子系统，大幅度的提升了它的信息化的作战能力。而且由于 F-15 本身具有强大的挂载能力，所以它的空导弹携带的数量达到了16枚，那简直就是一辆会飞的导弹卡车。第3种被砍掉的型号就是很多航空迷极其喜欢的 A-10 雷电。它威猛的外形和强大的转管炮火力让人印象深刻，但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得不承认美国空军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已经是越来越不需要一架有人驾驶的飞机带着转管炮去执行了，用无人机携带地狱火反坦克导弹或者是小直径炸弹就完全可以满足要求。而且这个 A-10 攻击机的飞行速度不够快，很容易成为地面火力的目标。虽然它机身拥有装甲，但是在面对俄罗斯的道尔这一类的防空导弹的时候依然是不堪一击。至于 F-35 和 F-22， 那肯定是保留的对象。当然了，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美国今后一共只有4种战斗机了。目前美国空军还在研制2种全新的型号，一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5代机，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 AGND。还有一种就是在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台以后，
美国军方提出的廉价四代机。这种四代机的设计目前还没有公布，但是很显然，美国国会对 F-35 的昂贵的采购价格以及它的昂贵的使用成本已经是忍无可忍。美国是这个世界上航空兵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因此美国空军的装备体系的走向对其他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解放军会在空中遇到什么样的美国飞机，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克敌制胜，战胜对手，美国空军的选择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一定要高度关注，因为它对我们未来的作战呢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